根据 Canalys 最新的报告显示，2024年第四季度，苹果 iPhone 16在华的销量出现了断崖式的骤降，跌幅来到了 25%， 而华为手机的出货量则大幅增长了 24%， 两个品牌的出货量差距缩减到了20万台以内。与此同时，小米、vivo、荣耀等国产厂商也保持着小幅度的增长态势。我问了一下在华强北的朋友他说年后这几天，除了美版卡贴机由于飞扬市场管理趋严，价格还算是比较坚挺， iPhone 16国行新机的折扣只在持续扩大，波动带的连锁反应不断发酵，导致了部分消费者开始观望，同时很多经销商也开始抛售手中的囤货，导致出现了挤兑现象。很多苹果经销商们表示日子很难过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一方面呢，随着华为缺芯的问题逐渐得到缓解了，而其他国产大厂也开始在产品上开始找回场子了。比如说这几天要发布的 OPPO N5 的折叠屏我看了一下，确实做得非常极致不仅薄，而且影像和手感都非常在线。国产品牌确实越来越棒了，所以 iPhone 所谓的高端形象，就产品力而言，确实无法再支撑如此高的一个溢价了。另一方面呢，不得不说，大陆版 iPhone 在很多功能上的缺失也导致了部分消费者对于是否选择 iPhone、是否选择苹果产生了犹豫。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功能，就是库克在 iPhone 16发布会上反复不断提及的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手机的 AI 功能。据 Canalys 的数据显示，仅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 AI 手机的出货量同比就暴涨了 591%。 AI 手机在中国市场的普及度正在不断提升，端侧 AI 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据 IDC 预计，2025年中国 AI 手机的出货量将达到 1.18 亿部，同比增长 59.8%， 占整体市场的 40% 左右。目前消费者对于手机 AI 的功能接受度和使用习惯也正在不断提高。比如说我自己拍照的时候已经习惯了用 AI 直接穿一下去除障碍物。比如说我看足球比赛的时候，遇到不熟悉的球员已经习惯了直接使用 AI 识别一下该球员的过去俱乐部经历，该赛季的进球助攻的数据都会全部呈现。毫无疑问，苹果手机目前在 AI 功能上的缺失对于市场的负面作用还在不断的恶化，使得其在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中国大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压力，导致了其市场份额不断被蚕食。所以在今年库克已经明确的将 AI 作为 iPhone 的首要卖点的情况下，苹果如何快速的搞定中国大陆第三方的 AI 大模型的整合与接入，已经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其实我在去年12月份的视频里面也和大家提到过，苹果一开始是最想和百度的文心一言合作的。据说苹果的工程师适配了半天，发现百度的 AI 底层根本不是大模型的逻辑，搞的还是 AI 搜索那一套，包括使用体验、答案质量、工程完成度和海外的 OpenAI 版本差距太大了，根本不是一个类别的东西，等于是苹果想送钱都没有送出去后来苹果先后也传出与阿里、百川、字节、Moonshot 等国内的多家大模型企业在不断的洽谈，而就在这几天，有消息称苹果将与阿里正式携手，为中国 iPhone 用户推出一系列手机 AI 的功能，力求扭转当下的被动局面。那么为什么苹果最终会选择与阿里合作呢？阿里通义千问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到底如何呢？为什么不去选择当下风头正盛的 DeepSeek 呢？苹果部署阿里 AI 大模型后，真的有可能拯救 iPhone 如今在华的颓势局面了吗？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展开聊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首先第一个问题，阿里千问在全球大模型领域水平到底如何呢？和 DeepSeek 的差距大不大呢？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认识到一点，在今年年初 DeepSeek V3 和 R1 发布之前特别是在 OpenAI O1 模型上线之后，我们国内整个 AI 行业普遍的情绪其实是偏悲观的。而在当时阿里的千问大模型算是我们中文模型在国际上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比较有底气的牌面特别是在海外影响力上，千问作为国内最早全面开源的大模型之一，在 Hugging Face 的排名中其实常年占据前5的位置。
在2020年初的下载量就超过了200万，仅次于 Meta 的 Llama 和 OpenAI 的部分开源模型。应该这么说，在 DSV3 上线之前，千问算是基本上公认的第一开源中文模型了。比如说在 DeepSeek R1 的论文中也透露， DSR1 在构建不同版本的真牛模型时，就用到了4个版本的千问模型和2个版本的 Llama 3模型进行精调。在这里 DS 选择千问作为真牛的基础模型之一，也侧面说明了千问的训练数据质量和性能表现是值得信任的。这里我说点私货说实话，我今天为什么做这些视频呢？就是因为今天早上看到很多文章，网络上有大量的文章在嘲笑阿里，嘲笑苹果，认为苹果和阿里的合作是个笑话。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些文章太过于情绪化了，表达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呢，真实情况，目前在国内如此激烈大模型竞争中，不管是从团队、技术积累和工程经验各个方面，阿里千问都是最具潜力的选手之一。尤其是最新发布的千问 2.5 Max 在综合表现上其实是完全不输于 DSV3 的。然后第二个问题，苹果为什么没有选择 DeepSeek 呢？我们看到荣耀已经出海报和视频了，宣传是首家接入 DeepSeek 的厂商，包括鸿蒙也宣传小艺智能体已经支持 DeepSeek R1 了。为什么苹果不跟进呢？而是叛逆的选择和阿里合作呢？事实上这里面我觉得存在一些误解首先是海报上的宣传口径可能存在一些理解角度的区别。简单来说，这里荣耀和华为等厂商所谓的接入 DeepSeek R1， 其实更多指的是在应用层面或者简单的小艺对答上支持了 DS， 而 DS 真正的推理能力并没有体现在安卓或者鸿蒙系统层面上，没有真正融入到手机系统的底层的 AI 体系。而苹果要求的 AI 功能对标国际版的 Apple Intelligence， 要做的更多的是 iOS 生态层面的一个合作。所谓苹果 AI 本地化适配，肯定不只是停留在应用层面上 API 的接入这个层面，而是整个技术架构和生态的构建。苹果 AI 功能估计要深度的集成到 iOS、macOS 和 HomeKit 之中，通过系统级的 API 的实现跨设备的一个 AI 的整合。这注定了与苹果的合作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里面有很多的优化和迭代的工作，更多的是一个工程问题，是对 iOS 用户的 AI 场景高度定制化的一个全链条的服务。所以苹果也说的没错，以 DeepSeek 现在的规模，确实没有太多的精力和人员来展开如此深度的一个合作。毕竟苹果也算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 DS 也不一定愿意做这类型的合作。要知道现在国内大概有2亿多的 iPhone 用户说实话 DS 现在买服务器都不太来得及了。而阿里在这方面优势就太大了，阿里云的体量摆在那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能够无缝承接如此海量 iPhone 用户请求的服务商了。然后第二点，在时间上看可能确实也不太来得及了。最早在2024年初，苹果在中国本地化 AI 项目可能就已经开始布局了。其实和特斯拉 FSD 入华一样，不同于其他国产终端厂商，数据监管、合规审查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而在几个月前，苹果与阿里的合作，很多合作细节、具体的对接、团队组建，包括监管审批的提交，可能都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而我们要知道 DeepSeek 的风火轮来袭， R1 论文的发布，这已经是在今年1月份的事情了。所以简单来说，可能并不是苹果不想与 DeepSeek 合作可能真的是时间赶不上了。据苹果那边的计划，本来是希望在今年4月份就正式上线中国版 Apple Intelligence 的。如果在百度、阿里、DS 这么来来回回的兜转，消耗的时间， iPhone 今年在大陆的销量可能真的就要完犊子了。最后第3点，我还是要说句公道话，对比 DS， 苹果在反复掂量斟酌后，最终选择与阿里合作。我个人觉得确实是一步双赢的好棋一方面呢，阿里在 To B 领域的云服务能力与苹果在 C 端硬件生态整体来说确实是比较互补的。阿里千万大模型本身又在多模态方面就是它的强项，特别是在图像生成、语音处理和多样化需求方面，这些都是未来
手机终端设备比较看重的能力，在商业化落地上面，阿里平台也有着非常丰富的行业定制化的案例和经验，以及大规模的人员团队。再往差点说，现在的阿里处于低谷，他卯足了劲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随着马老师的回归，那就是马上加码了。对于阿里巴巴集团来说，这次与 iPhone 的合作绝对是一次历史级别的重大机遇，是阿里能否翻身的好机会啊。最后，我看好这次合作吗？不避讳的说，我个人是非常看好的。说实话，对于我们本土国产手机厂商来说，也不算是坏事啊。现在整个手机市场的产品还是太过于同质化了，缺少一些突出的亮点。AI 技术在如今端侧的应用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只要数据留在中国，模型用的是本土的中文模型，我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整个行业需要更加开放的心态和多样化，有竞争才有突破嘛，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接受挑战，反而能够推动整个手机 AI 行业的进步与发展。当然，对于消费者而言，更加激烈的竞争，更好的产品，更强的对手，厂商才有动力去做创新嘛，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看法，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